你还要啥自行车啊？你能让你老婆有感觉，这最重要了。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比那个药膏更管用。这是跟我国传统性教育的一个巨大的漏洞有关系。就是我国传统性教育直到今天青春期性教育都是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漏洞。他为了怕小男孩手淫上瘾，他就吓唬小男孩，你的病就不好了记住了，王哥告诉你这2招小弟有一事相求，今年43岁某地外企中层收入肯定高他这地方非常发达中国最好的地方。生活中最苦闷的事情就是来自自己的姓氏。年轻的时候手淫过多，导致性能力很一般，时间短。就是早泄呗长期以来也许是无法像老王一样天赋异禀，技术超群，老婆已经性冷淡了完全提不起兴趣。多年夫妻分房相处，感情日益淡薄。在看到最近一期有个小伙子分享的素女经育女经验之后，顿时心生希望，一定在后续实践中尝试练习。那你老婆对你有成见了，你很难。你最好是找一个神女反正你收入也高嘛，你找个小妓女这个年轻的小妓女，你注意好戴好套，然后你在实践中尝试你不要找你老婆尝试就是人一旦有了成见，人心的成见比山还要高而且你们夫妻已经出现隔阂了，已经分房很多年了，你这个时候再去练习，你自己也容易笑场，明白吧？就是容易笑场，就是你表演相声，在特别熟的人面前你表演笑话，你先笑了，为什么？大家太熟了左手摸右手不容易练习尝试新姿势新花样。然而本人2弟尺度细短小，平时绵软4至5厘米，即便勃起也无非8至9厘米，特别是腰围很细，直径2厘米左右。您这个数据一般情况下男人都喜欢往多里说一点比如说15厘米其实可能没有最多连根量可能才13厘米，但他号称15厘米粗我4.5厘米，其实根本就4厘米都悬，但是呢他就说我4.5 6厘米，所以我不知道您这个数是实打实的还是吹过的。就是说直径2厘米勃起之后8厘米，不会是就是加了我们男性正常的吹牛逼比例吧？那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2厘米2厘米那就比大拇指粗不了多少了，那就那这个他妈的这个8厘米，这个如果要是就还是从根上量的，那基本就是个孤九那是确实是我能相信因为我在 X 上也经常看那个小笑话，黄色小笑话，说那个韩国男人的鸡鸡小，说那个一个小妓女说韩国白人妓女说，我接韩国的客人，我得从毛里边找出来的这个翻出来的，就是得小到那种程度。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真实的数据。如果咱们不吹牛逼不吹牛逼，实打实8到9厘米2厘米倒也行就是也不是说那聊胜于无嘛，就是倒也行。但是呢，就是你就别找那个东北的姑娘，你千万别找东北姑娘，你别找那个身高1.6米以上的，你不match你就找那个1.48米体重80斤，你懂吧？你就得找这样的了。你比如说我这个像我这种体重这种壮汉，什么1.48米、1.5米几的那种幼壮那种幼齿状的，那我夹都不能夹，我看都不能看。为什么？我会弄死他的，就会把那个大胯给掰断了的。我今天看有真实案例，前一段时间2个网友奔现，男的挺壮的，女的什么的80斤，还号称80斤，可能真正体重才70多斤。2个人去奔现了到新疆奔现，我操，在内蒙草原上干，结果那个把女的大腿给掰断了掰断了，女方家索赔50万，最后男的认倒霉给了10万这就是说，但这种女人你一定把她找着，对你来说就是救了你了你们双向奔赴一下就是那你老婆肯定没兴趣除非你老婆没试过别的男人，只要你老婆试过1次别的男人，那你怎么练的没戏了，因为啥这东西就是潘长江干郑海霞，那郑海霞是永远不可能就是真的爽的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就是你得找那个小一点你这个就很好，这很好找，你找那个大的不好找，你找小的还不好找嘛，所以你这因为他只要长得小又瘦又小的，他那底下就一般都很小所以就你找这样的才能方得尺寸然后听闻有教友给老王试用药膏，非常想尝试一下增大效果，不明显我自己亲身试验了我不乱带货的，我带货从不翻车，我实话实说不明显，就属于什么呢？属于锦上添花，明白吧？就是锦上添花，绝不是雪中送炭，就是你涂上以后它火烧火燎的，你就想干，就是这个效果。然后用尽废推，天天干，天天涂，然后它就，但是你要说从8厘米长到14厘米，想都别想那从8厘米长到9厘米，那差不多所以哪怕只有略微有点效果，也是对我心理上的巨大安慰。那你要是这么想，那还是有效的，因为这个东西跟你手淫不手淫没有关系说我从小手淫然后就是鸡鸡没长大，一派胡言那你手淫和不手淫，这个玩意儿就跟你身高一样你能长到1.9米，你就不好好吃饭，它也能长1.9米你就天天在家打游戏，最后也能到1.88米。你没那个基因，你也不行好了，还有一招我可以教给您这个我要诚挚向您推荐这招可能比别的还好，就是这个在这个男女性爱玩具领域有一款是男性增大套，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假火箭就硅胶做的那个，当然就跟女性玩具一样，但是它是空心的，它那个不是里边没有什么马达电机，什么电池都没有，它就是一个空心的套它就跟
里边跟避孕套似的，你就可以把它套在你那个短小的小火箭上，这样的话你的火箭就变成大的了。然后老王那不就没感觉了？我操，你还要啥自行车啊？你能让你老婆有感觉的最重要了。所以这个我给你推荐啊，有这东西啊，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比那个药膏更管用。尊敬的教主王叔您好，我是一名墙内的忠诚小校友。后来我看了您讲采阴补阳那期深深吸引了我。我一直想给您写信都不好意思说但是看了您昨天的节目，结尾讲早泄的时候，给了我鼓起勇气我是一名刚毕业的男大学生，现在就职一家小企业工作刚入职不久看那样子也就22岁左右吧，年轻人一个月只有6、7千人民币的收入。给您写信不是为了求未来的选择我的问题比赚不到钱更严重我有严重的早泄。之前小时候一直手淫，经常性的自慰，到后来真刀真枪上阵的时候，发现碰一下我都受不了。我的第一次也是朝圣的也是嫖妓的，那个时候过18岁生日但是那天喝了酒没什么感觉，时间还可以，但是中途出了点小插曲，套子漏了，吓得我半个月没怎么吃饭，害怕自己得艾滋病，整天郁郁寡欢。那你动作很粗野后来去医院检查没什么事儿才放心，但这件事儿也给我18岁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阴影。后来一直自慰，但是发现时间很短，到最后碰一下就要早泄了。我想忍也忍不住大学交了3个女朋友，2个是因为这个事儿间接分手的不是，是直接分手的。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儿更直接的了。但是她们都是小女生，可能是因为我总拿这个事情躲避吵架了。现在我还年轻，我不想我以后的人生因为一根不中用的屌就此结束，我很痛苦很焦虑我哈尔滨人你就冲你是哈尔滨人，我也帮你因为我的好朋友好多都是哈尔滨人。我从哈尔滨来某地之后认识的朋友开玩笑都说，感觉我比他们这边的人他去南方上班了雄壮。其实什么样子只有我自己知道一起去嫖娼，我都偷偷买印度神油擦上就怕丢面子，怕小姐说你怎么这么大个个子这么不中用。我很伤心，我很难过，我也尝试过您说不集中注意力，但是我还是紧张心跳，做不到。后来看网上大夫说可以治疗，但是又看到说没什么用，我很纠结很痛苦。这也许是年少无知买单吧为年少无知买单吧。教主请为我指点迷津如果有教友哥哥叔叔有这方面的专家帮我联系。最后一步是祝您早日成为中文区第一海外孤中大 V， 那个人下台您回国，到时候跟您喝一杯。好，谢谢你那个借你吉言，我给你点播就是你这个根儿你得找出根来，凡事都要找出根儿，你这叫心病你这个比上一个朋友那个要简单的多，因为那个哥们儿是没办法了，那个哥们儿只有2厘米粗8厘米长，而且还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那要打掉水分的话，那简直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了，这个等于是物理性的这种绝望。那你这个属于哈尔滨大个子你比如说我知道你长得人高马大白白净净的哈尔滨男孩嘛，那你底下呢你就是至少比那个哥们儿大1倍吧，就是4厘米粗16厘米长。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女生呢一般都不会在尺寸上感觉不到就不会问牙签了，无牙签不会。所以这个事儿呢，这就首先这问题就解决了一多半，剩下就是心病了。心病还要心要治，你找出根来，你找错了，跟你手淫没关系。你王叔小时候也手淫，所有的小男孩小时候都手淫。我到目前为止没有见一个小男孩，就是一个成年人，就是最后我们长大了以后聊天说，我从不手淫，我没见着过我没见着过，我从不手淫，我热爱社会主义，我高大理想我人生第一次射出来就是跟我老婆，我操，一派胡言所以呢，这个手淫不是病。就是怎么着？我跟你说手淫的什么情况就是怎么就把你们都吓，就是你们鸡巴长不大，你们也怪手淫，然后你们早泄，你们也怪手淫，为什么呢？这是跟我国传统性教育的一个巨大的漏洞有关系。就是我国传统性教育直到今天青春期性教育都是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漏洞。他为了怕小男孩手淫上瘾，他就吓唬小男孩就是手淫会让你鸡鸡长不大，会让你什么精神衰弱，会让你难以集中注意力会让你早泄、阳痿，总之就是他妈会让你得癌症。然后100年之内你必死无疑，这个就是吓唬小孩。跟你们小时候你奶奶看你的时候，你奶奶说你可别哭啦，别捣乱啦，再捣乱就来大马猴抓你了就老妖怪来把你抓走，你信吗？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怕你给他添麻烦嘛，他哄你多累他说把你吓住了。所以呢男生看那个什么鸡巴中国那个生理卫生课本关于手淫的那一节，你可别信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精液积攒的太多，你就是不手淫你也会梦遗，你做梦也会把它放出来，那这都是男生的正常现象所以你如果不愿意让他梦遗，你不用手把它给放出来，这都是正常的很正常，而且对身体很好，因为他的那个精液长期存在你的这个储精囊里边出不来它也会沉淀变质的所以对人体反而不好，所谓通则不痛嘛。所以手淫对于小男孩来说是个正常现象，甚至小女孩也是正常现象，所以你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最优恶化，把它这个东西病化这个他妈这是所以心病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你这个第一次嫖娼这个事儿避孕套破了，你这个描述证明你啥问题都没有。你喝了点酒之后战斗力很强，而且把套捅破，就是无论是力度还是硬度还是时间都是完美没任何问题。就是因为你捅破了避孕套，你怕得艾滋病就把自己吓住了，所以你所有的事都是把自己吓住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走的方法是正常的，就是你涂神油。为什么？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交合欲望的时候，就像我那天读马来西亚的那个大学生的信一样，就是他就老早泄女孩给他口交的时候他就已经射了。
为什么呢？他比你还惨。我没看你口交的时候，你至少是进去之后你阳痿早泄，那哥们是属于在嘴里就阳痿早泄了，然后就后来他根本就进不去动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血气方刚啊，你跟我这岁数，你像我这岁数，我想早泄我也早泄不了了。为什么？我血气不再方刚了。当年轻的时候，那血气方刚啊，那就是滋滋往外流鼻血啊，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20多岁30来岁的时候，我有一次笑场，就是在那时候我刚做生意，我在亚洲大酒店，从那个中国城叫上来一个花魁，我干的。我们俩，我操，正要共赴巫山的时候，我操，我就不是已经共赴巫山了，正在那个冲刺的时候，我那鼻血滋一下，就像颜射他的一样，给他从脸上到胸上，雪白的酥胸和那个双峰和脸上全是鼻血，我的鼻血滋出来了，然后把他吓坏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死不了，然后我迅速从床头拿拿纸巾盒怼了个那个塞子给塞住，然后坚持把动作做完，然后这个一边做两人还一边笑场了，就是太年轻了啊，这个叫血气方刚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怎么去过来，怎么去戒断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要使用药物啊，你在任何一个药店啊，你去查网上药店都可以，你难为情你害臊，你就上网上药店你查延时喷剂啊，你用延时喷剂，其实有效成分就是利多卡因，但是呢延时喷剂呢也没多少钱啊，几块钱10几块钱，哎，你买上一小瓶，你跟女生之前你先喷上啊，喷上记住啊，喷上就要带套啊，喷上之后千万别让女孩给你口交啊，那口交之后再喷。当女孩喷不丢人的这样，或者说这个就是喷上以后就直接带套开始也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喷上以后，他给你口交的时候，这个小姑娘的这个嘴啊，一会儿就出现那种拔牙的效果了，就是她的舌头都用就是因为它都是麻药嘛，利多卡因大家知道，拔牙之前医生给你牙上抹的就是利多卡因，所以呢，这个也喷上以后一样带套，而且记住王叔的话，喷完之后不要马上干啊，喷完之后啊，男女先温存一会儿，3分钟5分钟，哎，你等那个药劲儿出来再干。利多卡因药劲儿出来就3到5分钟啊，3到5分钟以后就 OK 了，你就可以正式上岗了，是让你2弟上岗。上岗之后呢，你就会这个信心啊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啊，信心就是所谓心病就是这样慢慢建立，口了就晕了，晕不至于啊，那个它没那么大的，它不是吗啡，它不会晕的，它就是嘴麻啊，嘴麻，那是舌头麻。所以一个是保持一个性爱的频率啊，你要说30天干一次，50天干一次，那你用什么药都不好使，因为你憋的时间太长了。像你这种年龄22岁的话，你一个星期至少要干3次，最好是4到5次啊，这个叫规律的性生活。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治好了，自然而然就治好了，因为你的那个汹涌澎湃的那个男性荷尔蒙和躁动不安的那个血气啊，它就你一个星期放个5次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明白吗？所以再喷以延时喷剂，你的病就治好了啊。记住了，王哥告诉你这2招啊，延时喷剂啊，然后3分钟以后5分钟以后啊，然后戴上套啊，然后再2弟上岗。再有一个就是加大性爱频率。啊，找一个固定女朋友嘛，找一个结婚对象或者固定女朋友，哎，一个星期干个5、6次。谢谢点赞和订阅哦。